在這個宏大到有些離譜的魔獸世界宇宙裡，虛空領主們在宇宙誕生之初便已存在，他們看不得宇宙太平，於是搞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風險投資。他們的終極目標是讓黑暗籠罩一切。為了達成這個宏偉目標，他們成批量地生產了一種叫上古之神的馬仔。這些玩意兒像撒種子一樣被漫不經心地扔向宇宙各處，主打一個概率學發家，萬一有一個能活呢？上古之神降臨艾澤拉斯之後，也沒表現出什麼高等生物的體面，他們迅速開啟了內鬥擴張、奴役元素的3部曲，業務流程熟練，幹的事兒和任何一個黑幫團伙發家史一模一樣。他們管自己的聯合體叫黑暗帝國。你听听这名字，透着一股子小學生作文標題的樸實氣息，恨不得把我是壞人4個字刻在腦門上。然後泰坦出場了，這幫宇宙級大佬在進行例行巡邏時，低頭一看，哎呀媽呀，情況危急！艾澤拉斯是頂級世界之魂，眼看就要被腐化成黑暗界的年度項目，但泰坦們作為体面人，卻坚持不親自動手，非要造一堆微型機械仆從，也就是泰坦守護者和泰坦造物當外包拆遷队。戰局很順利，直到遇上亞薩吉，那個業務能力拉滿的老古董，7個腦袋7種負面情緒管理模塊，吸英雄勇氣就跟吸酸奶一樣順滑。別的上古之神還在那玩什麼陰謀詭計、低語戰術，亞薩吉直接掀桌，老子不需要那些虛頭巴腦的力氣大，就是硬道理。他手底下的螳螂妖也不是臨時工性質的蟲人，而是一群把团建文化刻進基因裡的模範員工，每隔100年就準時對熊貓人發動一次大規模武裝攻擊，不為了搶地盤，也不是有什麼深仇大恨，純粹是因為老板亞薩極愛吃負面情緒，這就跟每天早上準時給老板沖咖啡是一個道理。衝突和鬥爭就是亞薩吉的零食，這幫員工定期給老板進貨，敬業程度讓人感動到流淚。阿曼蘇爾這位萬神殿扛把子往太空一站，低頭一看，小弟們實在啃不動這塊骨頭，決定親自下場。於是他幹了一件極其符合直男審美的事兒，從外太空伸手把亞薩吉當雜草一樣從艾澤拉斯地裡薅出來了。動作之粗獷，場面之暴力，效果立竿見影，亞薩吉當場去世。當時泰坦們肯定覺得自己帥炸了，宇宙級除草劑一招制敵。結果這帥不過3秒，亞薩吉這根草根在艾澤拉斯扎得太深了。阿曼蘇爾這一薅看着爽，後果是直接把艾澤拉斯給薅漏了，留下的那個坑直通世界心臟，往外咕嘟咕嘟冒純粹的奧數能量。這就是後來讓所有法系職業魂牽夢縈的永恆之境。阿曼蘇爾用一場暴力拆遷，親手制造了艾澤拉斯未來所有災難的起點，掰開了艾澤拉斯版的潘多拉魔盒。這就好比你嫌家裡下水道堵了，決定用定向爆破的方式解決問題，結果是把整個小區炸成了游泳池，最後還得感謝這池子水養活了半個城市的救生員。亞薩吉臨死前還不忘整活，把自己震成7個碎片，也就是後來潘達利亞的7種煞。傲怒懼、恨疑、網狂，這7兄弟直接在那片土地上定居，成了永久居民。熊貓人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學會了做人字面意義上的，你不能生氣，不能骄傲，不能害怕，否則你心裡那點小情緒就會具現化成怪物。整個熊貓人的文明本質上就是一套針對煞的輿情監控系統，7煞沉睡千年，直到部落和聯盟跑來潘達利亞互相狠揍，負面情緒爆棚，直接把7煞給餵醒了。然後加爾魯什的操作更是離譜，他已經被傲和怒淹得入味，看見埋在土裡的亞薩吉之心。換成正常人看到這種詭異的器官，第一反應應該是打電話給考古局或者文物局。加爾魯什不，他一眼看過去，覺得這是大補，他把一個死了1萬多年的上古之神的心臟給吞了。這已經不是重金屬超標的問題了，這是核廢料級別的重金屬。亞薩吉哪怕只剩零件，都能讓一個最強壯的獸人陷入終極瘋狂。泰坦們終於意識到，用拔蘿蔔的方式對付所有上古之神行不通，所以他們後來對另外3個選擇了關禁閉，而不是直接薅，在不損傷艾澤拉斯的前提下，把剩下的上古之神關起來。克蘇恩關在安琪拉，尤格薩隆關在奧杜爾，恩佐斯在深海裡泡着。克蘇恩這位上古之神，在整個家族裡的待遇基本等同於晚會裡那個開場舞跳到一半就被切鏡頭的伴舞演員。不是他不努力，實在是檔期和劇本都沒給他留位置。當亞薩吉在那兒當老大，當得像黑幫電影裡的教父，恩佐斯在那兒做幕後黑手時，克蘇恩的日常工作就是坐在監獄裡當一個帶觸鬚的巨爺，連台詞都沒幾句，活像一個被公司養起來但誰都不知道他具體負責什麼的老員工。但他有一個誰都比不了的身份，他是暴雪第一個真正做成团隊副本的上古之神。在西里蘇斯那片風乾沙漠裡，克蘇恩被關在安琪拉，關得那叫一個徹底，仿佛宇宙版的封箱處理。數千年後，其拉蟲人遷徙到這片地兒，一部分在安琪拉落腳，結果在克蘇恩的精神輻射下，直接從普通蟲子進化成其拉蟲族。
這幫蟲子對克蘇恩的崇拜發自靈魂，因為對他們來說，克蘇恩就是一個權勢之眼，能賜予力量。然後暗夜精靈就來了。當時的暗夜精靈是什麼心態呢？他們覺得自己是卡利姆多的永久业主，有永生，有魔法，有幾千年的打仗經驗，簡直是不死之身，配上無限火力。他們看到南邊沙漠裡冒出一群蟲子，第一反應是把這點害蟲清了。結果蟲子從地下像開閘放水一樣湧出來，蟲子軍官看一眼就能把敵人看到精神失常。最要命的是，老板克蘇恩還能隔着监獄遠程投餵戰場 buff。暗夜精靈這波操作堪稱宇宙級誤觸開關，最後不得不打電話搖人，把巨龍軍團喊來了。還是巨龍軍團出手，聯手在安琪拉外面砌了一道魔法牆，把克蘇恩重新封印，然後拍拍手走人了。他們沒有研究克蘇恩是什麼物種，從哪兒来，到底有多危險，就只是修了個牆，然後祈禱這事兒自己就過去了。這個思路非常熟悉，就跟家裡發現蟑螂，然後拿膠帶把櫃子門封上是一個道理。這堵牆確實撐了1000年，直到玩家們扛着鋤頭來副本打蟲人了。克蘇恩這個副本就是一個圓形大房間裡放了一只大眼睛，旁邊插了幾根觸鬚。整場戰鬥的核心戰術總結起來就一句話：地上有啥躲啥，然後使勁打。沒有複雜的劇情鋪墊，沒有精緻的過場動畫，沒有任何上古之神背景故事的深度挖掘，就是一個特別難的副本。最深處蹲着一只特別嚇人的大怪物，它是玩家最早接觸、最早在經典舊事裡被擊敗的上古之神。暴雪當時的想法應該非常樸素，我們也不知道以後这遊戲會變成什麼。反正先做個很酷的官邸大 boss， 讓玩家覺得值回票價就行了。克蘇恩的長相明顯是照着克蘇魯和指環王中索伦之眼捏的，觸鬚加巨眼加精神污染，這套視覺語言非常高效，讓人一眼看見就覺得快跑，這玩意兒邪乎。後來魔獸的劇本越滾越大，上古之神一個個都拿到了超長篇，尤格薩隆獨佔一個資料片的聚光燈，恩佐斯橫跨好幾個版本當終極幕後黑手，只有克蘇恩依然是那個蟲族領主加一只大眼睛，從來沒有獲得過任何角色加深。回顧整個上古之神系列，克蘇恩給人的感覺就是新手村教學官，他的作用是告訴玩家，你看艾澤拉斯地底下埋着一些特別古老特別嚇人的東西，然後教學方式極其粗暴，殺蟲子，打眼睛，拿裝備，走人，活像一個駕校教練坐在副駕駛上說方向盤在這兒，油門在那兒，然後就讓你上高速了。尤格薩隆這位上古之神堪稱上古之神界的商業天才，別的同行還在搞實體產業，他已經轉型做諮詢了，而且諮詢費收得比誰都高，客戶滿意度也比誰都離譜。當克蘇恩滿足於蹲在蟲洞裡當一個安靜的巨野，亞薩吉因為太能打把自己打沒了的時候，尤格薩隆躺在監獄裡就把半個艾澤拉斯給腐化了。這個家伙領悟了一個極其超前的道理，毀滅世界不需要砸爛籠子，你只需要找到對的人，然後在他耳邊說幾句話，剩下的事情他自己就會辦。他的血液在整個大陸各處瘋狂流淌，這份腐化之血在諾森德各處凝結成一種叫薩隆血鐵的礦石，這東西是上古之神腐化的結晶體，會向任何靠近他的人低聲細語。亡靈天災發現了這種礦，開心得像撿到了金礦，這材料比鋼還硬，做武器做盔甲簡直是完美選擇。他們沒意識到的是，每開採一塊礦，每鍛造一把刀，每穿上一件盔甲，他們都在給自己辦精神污染的年卡會員，低語細到連沒有心智的亡靈士兵都能被影響。尤格薩隆就這樣讓巫妖王的軍隊用他的血液當原材料，把自己變成了他的免費員工。泰坦們當年把他關在諾森德的奧多爾，派了4個最得力的守護者去看門，發明家米米爾龍，自然守護者弗雷亞，風暴之王托里姆，冰霜守護者霍迪爾，這4位隨便拎出來一個都能衝速大陸，是萬神殿最信任的精英員工，屬於那種公司年會做主桌的級別，但在看家護院這方面的業務水平實在是讓人不敢恭維。尤格薩隆把他們4個全腐化了，一個都沒剩下。尤格薩隆的操作手法極其講究，他不越獄，不搞正面硬剛，不發動大規模兵團作戰，他就做一件事，低語，而且是那種音量剛好能聽見內容，剛好能讓你多想的那種低語。守護者們一開始覺得自己是機械生物，免疫精神攻擊穩得很。尤格薩隆花了數千年時間研究這4位守護者的代碼，在他們程序裡找到肉眼都看不見的裂縫，利用那些連質檢都查不出來的微小缺陷，1毫米1毫米地把他們的思想往自己這邊掰，主打的就是一個低語折磨。米米爾龍開始沉迷於製造越來越扭曲的機械怪物，弗雷亞開始種那些專吃腐爛和死亡的變異植物，托里姆陷入抑鬱和憤怒不能自拔，霍迪爾變得比他的冰霜屬性還要冷漠10000倍，硬生生把這些宇宙級的高級公務員逼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最恐怖的是，他們完全不覺得自己被腐化了，他們真心覺得自己只是在適應角色，提高效率，對管轄區域做一些必要的優化。尤格薩隆的洗腦技術好到什麼程度？就是受害者堅定地認為老闆的想法是他們自己的創意。這種境界放到任何一家創業公司都能直接當首席文化官。血肉詛咒更是他的封神之作，他用詛咒把泰坦造物從機器變成了血肉之軀，理由很簡單，
長了肉才容易腐化，甚至還貼心地賦予了它們各種器官。這一招表面上是為了讓這些生物更容易被腐化，但更深層的意義在於，它徹底改寫了成為泰坦造物的定義。它把一幫沒有感情的機器人變成了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凡人，給了他們情感、慾望、恐懼和野心。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才是真正的突破口。一個理性到極致的機械生物你是很難忽悠的，但一個會害怕、會生氣、會貪心的血肉生物，那就是一個行走的漏洞。尤格薩隆把泰坦最忠誠的僕人变成了天生就会背叛、腐化和絕望的物種，借由這些遍布大陸的凝固之血，像操縱木偶一樣腐化整個世界。他的影響力甚至順着世界之樹諾達希爾的根鬚摸進了翡翠夢境，連做夢的地方都不放過，硬是憑空折騰出了一個翡翠夢魘。但真正讓人後背發涼的是，他在無人察覺的情況下，悄悄推動了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玩家在奧杜爾戰鬥過程中會被強行拉入艾澤拉斯過往的幻象，這實際上是在瘋狂暗示，這位大佬早就在歷史的各種陰暗角落裡插過手了。無論是巨龍之魂的鑄造，還是第一次戰爭中萊恩國王遇刺，甚至是巫妖王折磨博瓦爾，背後似乎都有這個觸手怪在那兒指指點點，暗示尤格薩隆的觸手幾乎伸到了每一件事裡。你不得不佩服這種哪怕在監獄裡蹲着，也要給魔獸世界宇宙刷存在感的職業精神。尤格薩隆代表的是上古之神的最高效形態，他不是亞薩吉那種掄起拳頭就砸的暴力拆迁队。他是有耐心、有策略、懂得等待時機的腐化大師。他明白一個颠撲不破的道理，讓一個東西自我毀滅，遠比親手拆掉它來得徹底。而且最關鍵的是，客戶還會以為那是他自己的主意。恩佐斯這位上古之神是暴雪，花了整整10年時間給你畫的一張餅，餅畫的比圓桌還大，比滿月還圓，香氣從烤箱裡飄出來，彌漫了整個艾澤拉斯。你聞了10年，饞了10年，最後端上桌，發現是一張打印紙，上面還印着4個字，圖片僅供參考。恩佐斯這位爺一直藏在陰影裡，從海底監獄中像一個看不見手的導演，悄悄地拉着線。神秘感3個字簡直是為他量身定做的，影響力覆蓋了整個星球的歷史。他還握有整個系列裡最經典的幾個腐化案例，隨便拎出來一個都能當教材封面。先從死亡之翼說起，這可能是恩佐斯最得意的簡歷條目。奈薩里奧本來是大地守衛者，泰坦親手設計的不可腐化版，完美守護者，出場設置就是忠誠穩定，絕對不會出藍屏。恩佐斯從海底監獄對他發動了長達數千年的語音轟炸，用妄想、野心和憤怒給他發了無數條語音留言，內容大概是這樣：你那幾個同事在背後說你壞話，你辛辛苦苦保護的那些凡人根本不領情，你跟他們客氣什麼？只有把一切砸了，才能迎來真正的秩序。等別人反應過來的時候，奈薩里奧已經變成了死亡之翼，準備把整個世界拆了當柴燒。大災變也不是單純的砸東西泄憤，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行動，目的是削弱物理世界和元素位面之間的牆，好讓恩佐斯的盟友們更容易越獄。死亡之翼從深岩之舟衝出來衝速大陸的時候，他其實是在給恩佐斯拆牆砸地基。然後是艾薩拉女王，這可能是恩佐斯最成功的長期投資項目，回報周期長達1萬年。永恆之井炸了，艾薩拉和他那群上等精靈在水裡撲騰得像一群不會游泳的貓。恩佐斯适时地遞上一份合同，條款極其簡單，你幫我幹活，我讓你在水裡活。簽了霸王條款之後，女王和她的上層精靈追隨者全給整容成了娜迦。蛇形生物下半身是蛇，上半身還是原來的樣子，但靈魂已經被恩佐斯的意志綁定了。艾薩拉以為自己賺大了，保留了智慧、魔法力量和永生，只是換了一個能統治海洋的新皮膚。他沒意識到的是，恩佐斯玩的是一個跨度1萬年的養成遊戲，他把他變成了自己的最強代理人，一個有知識、有權力替他幹髒活的高級項目經理。更離譜的是，他甚至還能跨界執教，拉攏了拉格納羅斯和奧拉基爾這2位元素領主，幫他們掙脫牢籠，為自己打工。恩佐斯的項目管理能力放到現代，能同時管8個跨國項目還不用加班，而且每個項目的客戶都以為自己是唯一的受益人。然而事情從這裡開始變得詭異，這位股神曾給廣大群眾帶來了多少期待，大家一度連他的聲音、樣貌甚至具體蹲在哪兒都不知道。玩家第一次真正見到他，竟然是在2016年爐石傳說的一款卡牌拓展包裡。這就像你追了10年的懸疑劇，大反派第一次露臉不是在最終季的大結局，而是在隔壁劇組拍的一個花絮裡。說實話，這已經是一個警示牌了。當你的終極反派在一個完全不同的遊戲裡完成首秀，這說明主創團隊自己都不太確定該怎麼處理它。當恩佐斯終於在爭霸艾澤拉斯裡正式登場的時候，開頭還是挺有模有樣的。資料片以庫爾提拉斯和贊達拉的陣營戰爭開場，看起來是個正經的聯盟部落互毆的故事。但恩佐斯和艾薩拉在悄悄操控着所有事件，像2個躲在幕後的魔術師。玩家們在納茲米爾發現，恩佐斯巨大身軀竟然有一部分就潛藏在斯托宋谷地的风暴神殿底下，難怪那片地方感覺又詭異又腐化。所有人都在上面照常生活，但總感覺腳底下有東西在動。副本實際上還挺酷，
給了玩家一瞥恩佐斯真實形態和力量的機會，像極了恐怖片裡怪物只露出一只眼睛的鏡頭。配樂拉滿，觀眾尖叫，氣氛到位。然後艾薩拉把玩家們引到他的水下帝國，騙他們用艾泽拉斯之心這把神器去砸開恩佐斯的監獄。暴雪在這裡讓玩家釋放了歷史上最危險的上古之神，那個策劃了數千年災難的幕後操縱者，整個魔獸世界最頂級的反派。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有上古之神成功越獄，以完全體的姿態開始在艾澤拉斯全境散播瘋狂。聽上去是不是特別震撼？可惜，實際的遊戲內容就是給你幾個驚魂幻象，外加讓你在舊地圖裡打打他的爪牙，順便把天空的背景板換個顏色。爭霸艾澤拉斯的最終大結局，暴雪給了玩家一個恩佐斯幻象背景板裝飾的異度空間，然後用艾澤拉斯之心驅動的激光束射他，這位魔獸歷史上鋪墊最多的反派，最終對決就這樣一道激光束射過去，射到血條歸零，直接老當領了便當。他的故事結束了，沒有展示他真實力量的複雜階段，沒有逃跑計劃，沒有最後的反轉，沒有任何繼續威脅世界的殘餘腐化，就是死完，謝謝參與，除非也沒有除非，現實就是這麼殘酷。鋪墊最久的上古之神死得最像一個公司年會的抽獎環節，燈光一打，獎品一發，音樂響起，散場回家。戈霍恩这位上古之神是整個上古之神家族裡最特殊的那一個，別的上古之神是虛空領主派來的，他是泰坦自己手搓出來的；別的上古之神是宇宙快遞送貨上門，他是實驗室裡倒燒杯倒出來的。這就好比你家裡鬧蟑螂，請了滅蟲公司沒滅乾淨，於是你決定自己研發一款超級殺蟲劑，結果你造出來的東西比蟑螂還嚇人，因為它還會說話，還叫你爸爸。故事要從泰坦們的操作說起，他們成功把4個宇宙級的古神關進了監獄，這本來是個值得開香檳慶祝的成績，但他們沒有滿足於關起來就完事，而是決定用棍子戳戳籠子裡的東西，看看會發生什麼。他們想知道這些上古之神是誰，從哪兒來，怎麼變得這麼強，最重要的是能不能把他們的腐化淨化掉，然後廢物利用一下。這個思路怎麼說呢？就跟你發現冰箱裡有一塊長了綠毛的奶酪，你不是扔掉它，而是琢磨能不能把綠毛刮乾淨，然後試着吃一下。從理論上講，這個想法很有犧牲精神，從實際操作上講，你也最好先把遺囑寫好。於是守護者們進了奧杜爾，一個專門研究上古之神腐化的巨型科研機構，本質上就是一個泰坦版的生物安全實驗室。在裡面，泰坦科學家們花了數千年時間拿上古之神的精華做實驗，他們試了所有能想到的進化方法，試圖把腐化元素和有益元素分離開，覺得也許能把力量和瘋狂拆開。沒有一種方法管用，他們越研究就越意識到，腐化不是上古之神做的事情，腐化就是上古之神本身。你不能把上古之神的力量和上古之神的腐化分開，就像你不能把水和濕分開一樣，他們是同一個東西。到了這一步，正常的科研流程應該是寫一篇論文，題目叫《論上古之神腐化的不可淨化性及其對泰坦工程學的啟示》，然後申請結題，經費退回，大家轉行。但泰坦們做了一個絕對錯誤的決定，他們加倍投入了，而這就是他們如何意外創造了戈霍恩，第5個上古之神，一個專精鮮血腐化和腐朽的上古之神。當最初的4個上古之神各有各的領域，亞薩基管情感，尤格薩隆管瘋狂，恩佐斯管操縱，克蘇恩管當一個巨大的眼睛。戈霍恩成為了生物腐化的大師，他的專業領域是把你從裡到外變成一团會走路的爛肉。戈霍恩的腐化通過血液傳播，如果戈霍恩的腐化進了你的血管，你基本上就完了。感染會蔓延到你的全身，把你變成一個活的武器，專門負責把更多的腐化傳給身邊的每一個人。這就是一個生物版的僵屍病毒，只不過病毒有意識，還會跟你聊天。泰坦們很快就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像對待其他上古之神一樣，把戈霍恩也關了起來。但傷害已經造成了，他們不僅沒有解決問題，還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問題。貼着奧杜爾製造的標籤，數千年後，在爭霸艾澤拉斯期間，鮮血巨魔發現了戈霍恩的監獄，並覺得釋放一個人造上古之神聽起來是個絕妙的主意。這些巨魔本來就一直在玩血魔法和活祭這一套，所以戈霍恩的腐化對他們現有的操作來說，簡直就是火箭燃料。他們成了他最忠誠的僕人，在納茲米爾到處傳播他的鮮血腐化，威脅要把整個贊達拉變成一個腐爛的噩夢。真是一群癮君子發現了一個毒品工廠。戈霍恩這玩意兒絕對以最完美的方式令人作嘔，從牆裡整個爆出來，那個過程惡心到什麼程度呢？估計一半打過這個本的團隊都留下了心理陰影，半夜醒來還會想起那個畫面。在戰鬥中，戈霍恩看起來像一個帶觸鬚的巨大腫瘤，不停地流血和滲出各種液體，同時試圖腐化周圍的一切。當最終殺死他的激光束打中他時，他會用一種奇怪的可愛方式扭動着掙扎，讓你幾乎覺得有點過意不去。畢竟你正在用濃縮的泰坦能量射一個自己從試管裡長出來的生物，他可能只是想來這個世界看看。暴雪設計團隊在這裡絕對值得稱讚，因為他們創造了如此徹底令人作嘔的東西，不僅僅是為了惡心人而惡心人，他們是在做藝術，一種讓你看完想吃素的藝術。
這就是每一個試圖在艾澤拉斯終結我們所知的現實的上古之神。瘋狂的是，虛空領主在黑暗虛空中投放了不計其數的上古之神，除了已知的幾位，其他上古之神在艾澤拉斯以外的世界活躍着。這些上古之神一直是魔獸歷史上幾乎每一次重大災難背後的傀儡大師。這就是魔獸世界的劇情給你帶來的絕妙的宇宙級恐怖概念。